2013年4月4号，河南漯河。下午2点多，正在打麻将的刘家俊突然接到小姨子赵艳妮的电话，说中午和姐姐赵艳芳约好一块逛街，姐姐的电话却突然打不通了。正在兴头上的刘家俊以为妻子的电话出了点问题，也就没在意。谁知啊，当天晚上6点多，刘家俊打完麻将回到家里，仍然联系不上妻子，他这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听赵艳妮说，他中午给妻子打最后一个电话时，手机开始是接通的，后来突然没信号了。刘家俊想到了小区电梯和地下室，他先到电梯里找了一圈，没有发现可疑信息，然后就拐进地下室。借着昏暗的灯光，他远远地发现有一个人躺在地上，下身赤裸，上衣上翻到脖颈处。他近前一看，正是妻子赵艳芳。刘家俊大惊失色，他摸了摸妻子，头和胸都冰凉冰凉的，很明显已经死亡多时了。他赶紧拨打了120和110。漯河市警方接报后，第一时间进行了现场勘查，提取了现场陌生运动鞋的鞋印一个，被害人的钥匙串等物品以及 DNA 物证。然而由于被害人所在楼栋的电梯摄像头坏掉了，而小区大门的监控录像并没显示当天有可疑人员进出，警方将侦查方向锁定在熟人作案上。接下来对本小区以及附近小区居民展开拉网式排查。当排查到本小区居民陈建业家中时，发现他14岁小儿子陈东的一双运动鞋，鞋底的花纹与现场遗留的花纹一致。经过搜查，在陈东的书包里发现了被害人失踪时携带的手机、玉坠等物品。陈东的作案嫌疑迅速上升。年仅14周岁，父母眼中乖孩子的陈东，怎么会做出如此惨绝人寰的事情？当陈东涉嫌强奸杀人的消息传开时，不仅陈东的父母，连整个小区的住户都难以置信，纷纷质疑公安人员是不是搞错了。然而警方将陈东拘传后，他很快就交代了强奸并杀死赵艳芳的犯罪事实。2013年4月4号中午1点左右，陈东跟母亲谎称外出修理自行车后，来到小区同一栋楼西单元寻找作案对象。陈东顺着楼梯从1楼步行到12楼，然后又从12楼往下走。当走到8楼的楼梯口时，他看到正在等电梯的赵艳芳，便尾随他进入电梯内。当电梯到1楼时，见门口无人，陈东便从后面一把搂住赵艳芳的脖子，捂住她的嘴，将她拖进了紧挨着电梯间的地下室。在地下室的走廊上，陈东将其按倒在地上，用双手紧紧卡住她的脖子。几分钟后，见赵艳芳还有呼吸，陈东抓住她的头发，对着地面猛磕，直到将其杀死。然后陈东实施了奸尸。完事后，陈东将赵艳芳的手机、脖子上的玉坠、钥匙等物品拿走，将她的裤子和鞋子顺着电梯旁边的垃圾桶扔下去后，逃离现场回了家。更让警方震惊的是，此前陈东和被害人赵艳芳并不认识，他杀人的目的仅仅只是为了发泄情绪，报复父母。他之所以选择这一栋楼作为作案目标，是因为他知道这栋楼的电梯里的摄像头坏掉了。得知真相后，陈东的母亲王娟悲痛万分，她多次向警方申诉，陈东从小就是一个乖巧懂事的孩子，小学成绩每次都是班级前3名。陈东所读的中学也出具材料和证言，证实陈东在校期间整体表现不错，请求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
然而令人疑惑的是，面对儿子的滔天罪行，陈东的父亲陈建业却很淡定。在警方多次传唤后，他说出了一个惊天秘密：陈东不是我的亲生儿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案发后，通过侦查机关的调查材料，审判阶段法院作出关于陈东的受贿调查报告，以及陈东的悔过书等众多材料，我们终于找到了答案。1992年，陈东的父亲陈建业和母亲王娟结婚，2年后生下大儿子陈龙。陈龙5岁那年，因陈建业有了情人孙雅，而且对方怀孕了，王娟一气之下和陈建业离了婚，带着陈龙远赴东北打工。期间，王娟交了一个叫郭川的男友，并同居了。谁知不久，陈建业的情人孙雅流产，因为想念儿子，陈建业借到东北探望王娟母子之机，要求与王娟复婚。为了孩子，王娟答应了。不久，王娟发现自己再次怀孕，这个孩子就是陈东。因为认为孩子不是自己的，陈建业曾要求王娟把孩子打掉，但王娟还是执意生下了他。陈东出生后，因为内心排斥，陈建业对他非常冷漠苛责。陈建业在政府部门上班，又兼做小生意，收入不菲。但他不但不承担陈东的入托费、学费等，陈东日常的一切开支都是王娟打工所赚。随着年岁渐长，陈东慢慢感觉到父亲的冷漠。哥哥陈龙的衣服，自己则穿的是亲戚给的旧衣服。陈龙拥有很多课外读物和玩具，自己则只有学习课本。最初陈东只是单纯的认为父亲不喜欢自己是因为自己不够好，于是他开始发奋读书，在学校里积极表现。功夫不负苦心人，在陈东的努力下，整个小学他的学习成绩一直都排在全班前3名，多次获得3好学生等荣誉证书。小学毕业后，陈东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漯河市最好的中学。然而每当陈东小心翼翼、兴高采烈地将这些成绩捧到父亲面前时，陈建业总是冷眼相对。看到父亲眼神里的冷漠和嫌弃，陈东的心情一次次跌到谷底。与此同时，正常孩子所拥有的母爱对陈东来说也是一种奢侈品。为了维持这段破碎的婚姻，陈东不到3岁，王娟就把他送进了幼儿园，办了周托。自此，当别的孩子还是围绕在父母身边的宝贝时，小小的陈东就已经被寄居在陌生的人家，饱受人情冷暖。他每周只能被接回1次。陈东在警方的讯问笔录里是这样说的：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我一直都是在各种托中长大，1周甚至1个月才能回家1次。有时候想妈妈了，就只能一个人躲在被窝里哭。感觉对儿子亏欠，王娟恳求丈夫陈建业找关系，将陈东送进漯河市最好的幼儿园小学。因为陈建业不愿为陈东出钱，王娟不得不再次到熟悉的东北打工赚钱。然而陈建业和王娟复婚多半是为了孩子，王娟经常不在家，她便又和情人孙雅在一起了。王娟知道后，经常和陈建业为此事吵得不可开交，陈东也变得越来越孤独自闭。初一刚入学时，全班60多人，陈东的学习成绩在前15名，还做了班干部，是一名座位可以随便挑的好学生。但是由于缺乏完整的家庭关爱，陈东压抑的情绪无法释放。不久，他迷上了手机上网，经常没日没夜地看网络小说，还浏览一些宣扬黄色和暴力的网站。到初一学年结束时，陈东的学习成绩已经倒退到了班级40多名了。为了扭转儿子学习落后的局面，初2学年开始时，王娟从外地回家，
为儿子买了一辆自行车，让他走读学习。在王娟的约束和照顾下，陈东的学习成绩迅速上升，期中考试进步了20多名，不仅获得了班级进步最快奖和优秀班干部奖，还上了学校的光荣榜。案发后，陈东供述，初二上半学期是我中学里最愉快的一段时光，有妈妈经常陪在身边，我也有了学习的劲头。可惜这段时间太短了。2013年初，陈建业做生意赔了，欠了一屁股外债。为此，他与王娟经常为家庭开销等小事吵架，有时还当着陈东的面大打出手，夫妻关系更加恶化。父母之间的厮杀让陈东越来越感到恐惧和不安。2013年2月的一个周日，陈建业夫妇因故再次发生激烈争吵，双方都很激动，口无遮拦。争吵中，陈建业再次提到陈东是别人的野种。以前他也提过多次，但因陈东很少在家，并无大事。这一次却被正在隔壁写作业的陈东听了个真真切切。更让陈东无法接受的是，在父母的争吵声中，他得知自己在户口本上又名陈朝阳，竟然是陈建业当初给情人怀的孩子取的名字。本来就痛恨父亲外遇的陈东，敏感脆弱的神经一下子崩溃了，他很想自杀，死了就不用这么痛苦了。可他拿小刀在自己手腕上划了2下后，发现很疼，就放弃了。自此，陈东便沉浸在悲惨身世中不能自拔。为排遣心中的痛苦压抑，他又回到了网络小说之中，再也无法专心学习了。4月1号，同学张鑫的苹果手机丢了，因为陈东最后一个离开教室，成了怀疑对象。当晚，班主任杜群和张鑫先后找他谈话，虽是询问情况，但言谈中显然把他当贼看了。张鑫还威胁说，识相的话把手机赶快还给我，否则我就送你进公安局。没有偷手机却背上了小偷的恶名，陈东万分委屈，一时间压力巨大。4月4号，清明节放假，中午陈东在家里写作业，但一想起自己背负小偷的恶名，就精神恍惚。见他心不在焉，父亲陈建业冷言批评了几句，陈东心中更加郁闷。他想跟妈妈说一下自己的委屈，但当时爸不在家，只好作罢。反复思量中，多年来积攒的一股怨气从陈东心底爆发，他想做一件出格的事来报复发泄一下，惨案也就此发生。案发后，据陈东交代，自己起初尾随赵艳芳进了电梯，是因为她长得漂亮，想多看一眼。然而赵艳芳无意的一句话却点燃了他原本已经失控的情绪。也许是发现了陈东尾随自己，也许不适应陌生男人紧盯着自己脸上看，在电梯里，赵艳芳突然问陈东，你是这个小区的小孩吗？我以前怎么没有见过你？最近这里经常丢电动车和自行车，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一句无心之语让陈东以为对方也像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一样把他当贼看了。陈东感到怒不可遏，多日来压抑的情绪瞬间被点燃了。将人奸杀后，陈东跑回家中，若无其事地继续写他的作业。陈东的父母怎么也想不到，外出修自行车不到1个小时的儿子居然制造了一起惊天血案。案发后，自知罪孽深重的陈东写下一封万言悔过书，在这封悔过书里饱含了一个14岁少年曾经对温暖亲情的渴望和无奈，却在对父母婚姻的绝望中决定以最决绝的姿态报复。婚姻的悲剧导致了孩子的悲剧，陈东的母亲深感对不起儿子。案发后，他想方设法为儿子寻找可以从轻处罚的条件，而陈东的父亲却很被动，他并没有积极赔偿对方的经济损失，
以取得被害人家属的谅解。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案件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之时，警方委托有关部门为陈东和陈建业做了亲子鉴定。DNA 鉴定结论证实，陈东并非王娟和郭川的孩子，而是王娟与陈建业的孩子。拿到鉴定结果那一刻，陈建业当场悔泪长流，他猛扇了自己几个耳光，嗫嚅着说：“爸爸对不起你，是爸爸害了你。”为争取儿子从轻判处，陈建业一改最初的淡定，开始积极为陈东奔走。经咨询律师，陈建业获悉，依据法律规定，不满14岁的孩子犯罪是不负刑事责任的。为此，他找到了一张当初王娟在怀陈东时上蔡县开出了计划外生育的罚款单，并不辞辛苦顺着罚款单找到了10多年前开具罚款单的人，当地计生委主任张大伟当庭作证，以证明陈东在案发时未满14周岁。与此同时，陈建业先后筹集赔偿款20多万元，主动联系受害人家属，积极要求赔偿对方，以获得对方谅解，为陈东的从轻判处创造条件。然而法律是无情的，由于陈东户籍上的年龄清晰地表明陈东已满14周岁，而陈建业提供的证据由于不具有客观真实性，不能必然证明陈东在案发时未满14周岁，因此没被法院采信。受害人亲属也不愿意接受赔偿而谅解陈东，所以尽管陈东是未成年人，但他已满14周岁，依法应对犯罪行为负刑事责任。2014年7月22号，该案经过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陈东犯故意杀人罪，被从重顶格判处无期徒刑。陈建业不服判决，委托律师再次上诉，并要求公安机关对陈东进行骨龄鉴定。该案被重新移送漯河市公安局，漯河市公安局委托相关医生对陈东进行骨骼鉴定。然而，根据送检陈东的 X 片所显示的骨骼骨骺愈合情况综合评定，其年龄应在 16.5 正负 1.0 周岁范围内。也就是说，骨龄鉴定结果显示陈东年龄已满14周岁。陈建业希望儿子从轻处罚的愿望再次落空。2014年底，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好，故事说到这儿就告一段落。